腿部是心梗的放大镜。忠告：腿部出现这几种表现，尽快就医。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20年发布的《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》，中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 3.30 亿。正如其名，心血管疾病与心脏和血管有关，其中包含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如冠心病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心力衰竭、心律失常等等。其中致死率最高的是心肌梗死，也就是急性心肌缺血坏死，伴随着砰砰的心跳声，心脏一次次的将富含氧气和营养的血液泵送至全身各处，维持着生命的运转。一旦某一环路壅塞中断，心肌缺少供血，进入低氧或者无氧的工作环境中，就会因缺氧坏死。根据2019年数据显示，急性心肌梗死的综合死亡率能达到 20%。患者在发作急性心梗后，若未及时救助，50%的人会发生猝死。生活中我们如何了解心梗呢？其实可以通过观察腿部来了解是否有心梗的可能。一、心梗。心梗是如何形成的？是什么是造成血液速递滞缓、核心要塞供血不足呢？人体是非常精密的构造，以心脏为核心，利用体循环和肺循环源源不断的供给全身每个细胞需要的养分。高效运载的血液延迟或者缺少会有以下几类情况：只有部分血细胞运输或者没有血液通过，心肌未接收到高氧的血液，持续处于低氧环境中，造成心肌梗死。由于慢性心脏疾病导致动力不足或高血压及心跳过速，血液运输与组织耗氧量相比是较为吃力的，无法满足身体所需，容易造成心肌缺氧。由于贫血或者呼吸衰竭，血液无法安排更多的血细胞参与运送，导致血液中含氧量较低，心肌缺氧损伤。大多数心肌梗死的情况都是第一类，负责心脏血液循环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，血管栓塞，心肌梗死。正常动脉血管壁分为内膜、中层和外膜。内膜是一层光滑的扁平上皮细胞，纤薄而光滑，可保证血液在动脉中的流动畅通无阻。中层由平滑肌组成，有收缩和舒张功能。外膜比较疏松，是一层保护组织。正常的动脉管壁柔软而富有弹性，能随心脏有节动的舒张和收缩控制血液的流经。人体摄入大量高油、高糖、高脂、高盐的食物，容易得患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慢性病。病变早期，血液粘稠度上升，血液中的脂质糖类大分子蛋白容易抱团聚集，遇到血管交叉口时，在动脉内膜中沉淀，吸附在内膜，内膜逐渐增厚，形成灰黄色斑块。斑块既阻碍了血液流速，又妨碍细胞进行内环境物质交换，营养不足而发生软化、崩溃。内膜溃烂后，斑块入侵中层肌肉细胞，层层腐蚀，造成弹性纤维和平滑肌纤维断裂。血管内膜下逐渐发生纤维组织增生，血管弹性下降，难以自由舒张收缩，结果动脉管壁就变脆、变硬，管腔变窄。如果斑块直接堵塞血管，或者斑块溃烂掉落堵塞血管，都会造成急性心梗。二、腿部的表现。然而心梗的出现并不是毫无预兆的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我们腿部的变化来分辨自己是否有可能患的心梗。心梗是心肌缺血缺氧，心肌作为全身运送血液的起点，如果开始就缺血缺氧，我们身体的远端如腿部接收到的氧气和血液会更低，可能不满足于基础耗氧量，就易出现以下表征。一、小腿胀痛。一类是低氧血无法满足细胞要求，另一类是动脉粥样硬化，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疾病，可能发生在人一部位。当脂质斑块沉积附着在动脉管壁里，原本通畅的管腔会逐渐变窄，甚至完全堵塞，流向腿和脚的动脉血减少。行走和运动时，下肢肌肉群对动脉血液中携带的氧气需要量增大，而含氧量低、流量少的动脉血无法满足这种需要。肌肉缺氧后，腿疼腿酸的症状就出现了。二、腿麻腿凉。血栓形成阻碍血液流入细胞，生命环境遭到破坏，会造成部分神经的损害。因此，有时人体会感知到肢端发麻无知觉。血栓引起的四肢麻木具有不对称性，一般是一侧的肢体麻木，并且还会伴随着轻微的疼痛感。细胞利用氧气发生反应，产生热能，由于动脉硬化和血管闭塞，
致使下肢血液循环不顺畅，使腿部缺血和缺氧。下肢温度下降。3. 双腿乏力和颜色加深。由于严重栓塞或者供氧不足，细胞组织无法吸取氧气功能，导致双下肢乏力，行走困难，出现间歇性杯形。腿部的颜色开始变深，一般是代谢性疾病造成的血管疾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等等。而这些慢性病恰恰都是心梗的高危因素。血液循环出现障碍，细胞代谢产物蓄积在小腿组织间隙和皮下，就会导致腿部色素沉积，肤色变深。当深静脉血栓形成堵塞时，还会经常看到皮肤表面上有一种像淤血一样的红色块状，且发红发热。腿部表现可预示心梗体现在2个方面，一是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呼吸衰竭等等原因，体循环的是低氧含量的血液，那么腿部远端血液不饱和，提供的能量都是不达要求的，所以腿部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中，会出现腿无力发凉、疼痛发麻等症状。2是腿部血脉出现血栓，血管粥样硬化，造成腿部供血不足，腿发凉发麻等，而腿部栓塞可能会循环至肺部，造成肺栓塞，直接无力回天。如果腿部同样出现血栓，代表患者的生活习惯或者环境因素容易形成栓塞，那么是有极大风险在心脏部位也产生血栓的形成，心梗的概率也必然增大。3. 心梗的治疗和预防。心肌梗死的临床症状早期以疼痛为主，常为突然发作、胸口压榨样疼痛，口服硝酸甘油无效，也可表现为全身症状、胃肠道症状、心律失常、低血压和休克、心力衰竭。日常我们要及时关注自己腿部是否有上述不良表现，同时不论是否有心绞痛的急性表征，都要及时就医，急性心梗致死率较高，不能拿生命去赌。心梗我们经常运用的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：使用血管扩张剂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，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以及增加静脉容量，即刻缓解心肌缺氧，作为心梗的救命药物。服用相关药物减少心肌耗氧量，使供氧平衡，缩小心肌梗死面积，缓和病状。手术治疗2种方式，重修原路和另辟新路。先进行溶栓，将斑块打碎消除，再通过外周血管穿刺，将支架插入血管腔，以打开狭窄的血管壁，恢复病变血管的通畅。当冠状动脉其他治疗效果不好，可选择旁路移植术，从患者身体的其他部位移除桥接血管，以建立生主动脉与冠状动脉之间的通路，使动脉血液可通过血管桥绕过阻塞部位，心肌可再次获得血液供应。我们除了要在病情出现前捕捉到早期症状，及早就医，更好的是在还没有得病之前防范住疾病的潜移默化，保持良好生活方式，均衡营养，规律作息。日常生活中绿色饮食，少油少盐，少食高糖高脂食物，多食粗粮蔬菜瓜果。早睡早起，保持运动，促进全身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血液堆积，降低慢性病的发生概率。严禁烟酒，烟酒都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，烟对人体的肺、心脏、血压等有害，酒对人体的肝、胃肠、心脏、血压等有害，建议戒烟酒。吸烟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，是冠心病、脑卒中、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。酒精作为一种精神活性物质，还会对人的心、脑、血管产生很强的刺激作用，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也会产生不良影响。长期大量喝酒还会使心肌纤维变性而失去弹性，心脏扩大，胆固醇增高，伤害心脑血管系统，并且其心肌炎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的患病几率大大高于不饮酒者。避免过于愤怒的情绪，保持良好心态。激烈的愤怒会增大血管压力，血管频繁舒张收缩，长期弹性下降，再次情绪激烈时血液流速增加，管道未及时调整通经量，堵塞就容易发生，心梗也会难免。日常非常愤怒时，深呼吸，不要骤然发作，生别人的气，毁自己的身，得不偿失。总结，心梗的出现代表着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为严格控制慢性病，外环境充斥着高危因素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发生改变。改变的契机就在于我们能否及时捕捉到身体给我们的提醒。
腿部发凉发麻、胀痛难忍，出现肌肉无力、肤色发深，都要及时就医，改善生活状态，将心梗扼杀在摇篮之中。赶紧检查一下自己腿部有没有这些变化，每天自检，远离心梗哦。